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宇宙回声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足以让你重新审视整个世界的话题——平行宇宙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某个瞬间，眼前的场景明明是第一次出现，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在哪里经历过一样。又或者，一个梦境真实的不像话，醒来后你甚至会恍惚。那到底是梦还是曾经发生过的事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些可能不是幻觉，而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记忆碎片，你会相信吗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颠覆现实认知的领域。第一章：多重现实的幻象。古老智慧中的蛛丝马迹，其实人类对于多个世界的想象，远比现代科学的出现又早得多。早在古希腊时期，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提出过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无数个世界，这些世界同时存在，有些和我们的世界相似，有些则完全不同。这在当时来说，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思考。再看看东方的智慧，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宇宙观里，也有着类似的观念。他们认为存在着无数的世界，这些世界处于不断的生灭循环之中，就像四季更替一样，有诞生，也有消亡。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，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描述更是数不胜数。有的说这些世界通过梦境与我们相连，当我们沉睡时，灵魂会去到那里；有的则认为，在极北的冰原深处，或者是在万丈深海之下，隐藏着通向另一个现实的神秘入口。到了中世纪，神秘主义者们对这个话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他们觉得，每一次重大的选择都会让事件分裂出一条新的线。比如说，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这两个选择都会各自形成一个新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另一个你正过着你未曾选择的人生。这些古老的故事，长久以来都被当作寓言或者神话来看待。但当科学的目光投向微观的量子世界时，人们发现事情可能比这些古老传说还要诡异。第二章：量子力学与多世界理论。科学视角下的平行宇宙，量子物理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。在微观层面，粒子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我们日常的经验。它们可以像波一样传播，又可以像粒子一样运动。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位置，直到被观测者观测到，这种叠加状态才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结果。1957年，物理学家休埃弗里特提出了多世界诠释，为量子力学的这种诡异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。他认为，每一次量子测量，宇宙都会分裂成不同的版本，每个版本都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测量结果。打个简单的比方，当你在一个宇宙里投掷硬币，结果是正面；而在另一个同时存在的宇宙中，硬币的结果则是反面。这不是假设，而是根据这个理论推导出来的可能情况。把这个理论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你的每一次选择，小到今天早上吃什么早餐，大到是否读大学，是否向心仪的人表白，是否出国深造，都会导致宇宙的分裂，创造出一个个新的现实。按照这个理论，这些平行宇宙就像一本书的无数平行章节，它们彼此独立，互不干扰，却又同时存在。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，但它却是量子力学领域一个严肃的理论。不过，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些平行宇宙真的存在，我们能找到证据来证明它们吗？第三章：平行宇宙的可能证据。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平行宇宙存在的证据。其中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异常冷斑引起了不少关注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后留下的余温，分布相对均匀，
但这个冷斑的温度明显低于周围区域，而且面积很大。有理论猜测，这可能是我们的宇宙与另一个平行宇宙发生碰撞后留下的痕迹，就像两个气球碰撞后会留下挤压的印记一样。除了这种科学观测到的异常，还有一些更离奇的故事。1979年，一名飞行员在百慕大三角上空飞行时，经历了一场诡异的时空混乱。他原本正常飞行，突然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得陌生，仪表盘上的指针疯狂跳动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。几分钟后，一切又恢复正常，但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航线很远，而且所用的时间也和正常飞行所需的时间对不上。2014年，一名男子在办理入境手续时，声称自己来自一个叫做塔雷德的国家。他拿出了护照等相关证件，上面的信息看起来都很正规，但工作人员查阅了所有的资料，都没有找到这个国家的存在。更奇怪的是，经过调查，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在他所说的塔雷德之外的地方几乎一片空白。虽然这些案例都无法被科学严谨地证实，甚至可能存在各种疑点，但它们就像一个个无声的暗示，让我们不禁思考：现实的边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。还有人在粒子对撞机的实验中提出猜测，当粒子进行高速对撞时，有时候会出现能量无端消失的情况。这些消失的能量可能并没有真正消失，而是泄露到了平行宇宙中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来验证。第4章，如果你在另一个宇宙，生命之树的无数分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，那么在另一个宇宙里，你可能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。你可能选择了不同的专业，因此从事着你现在完全不了解的职业。你可能遇见了不同的人，组建了一个和现在截然不同的家庭。甚至在某个宇宙里，你可能从未出生过。在多世界的结构中，你并不是单一的存在，而是像一棵不断分叉的生命之树。每一个选择都像是一个分叉点，从这个点延伸出不同的枝干，每个枝干上都有一个不同的你。这时候，哲学家们就会提出疑问：哪一个你才是真实的？或者说，他们都是真实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的感知有限，只能体验其中一条时间线。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。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发生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还有意义吗？或许意义就在于，即便存在无数个版本的你，只有现在这个你正真切地体验着这一刻的感受。你所经历的喜怒哀乐，你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，对于此刻的你来说，都是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。第5章，能否跨越宇宙的界限？科学与幻想的边缘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跨越平行宇宙的可能性极其微弱。虫洞理论上可以连接不同的时空，包括可能存在的平行宇宙，但又稳定地维持一个虫洞的存在，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——负能量。这种物质我们目前还只是在理论上有所了解，尚未真正掌握。不过，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测，他们认为意识可能比物质更容易跨界。比如梦境，有时候我们会梦到一些从未经历过的场景和人物，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意识在睡眠状态下短暂地接触到了平行宇宙？还有灵魂出窍，甚至某些幻觉，都被一些人认为可能是心灵与平行宇宙沟通的窗口。当然，这些说法目前都缺乏科学的验证，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和推测。但也许科学与哲学在这里再次交汇了。探索平行宇宙可能不仅是物理学的一场冒险，也是我们认识自我、理解存在的一段旅程。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，那么此刻另一个你也许正在和你一样，
思考着同样的问题，甚至也在观看这个视频。你是否曾有过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或者做过一些仿佛能预知未来的梦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倾听那些可能来自另一个宇宙的回声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与分享，让更多人加入这场关于现实边界的思考。下一集，我们将探讨一个同样令人着迷的话题：宇宙的尽头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真的抵达边界，会看到什么？敬请关注宇宙回声 Cosmic Echo，我们下期再见。